主席、各位與會的學者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分享的研究是探討 GPTs 虛擬助教在微積分學習對大學生認知負荷的影響。我是吳文娟，來自台灣宜蘭大學。很抱歉，由於會議期間另有公務，無法出席簡報，因此改採錄影的方式。那我們這篇論文主要是探討 AI 工具 GPTs 的引入對學生學習微積分的認知負荷與學習成效的影響。在大學工程與商管科系的課程地圖中，微積分課程大多是專業的必修課，主要作為後續的理論課程的基礎。其知識可以應用在許多的方面，如複雜的體積，或者是經濟利潤的計算。不過，微積分也是大學生面臨最大挑戰的學科之一，需要學習極限、導數與積分等高度的抽象概念。而傳統的這類數學課程，我們多採用教師講述以及板書解題的方式，課堂上學生很少能夠有思考或者是練習的時間，學生也缺乏參與感，所以當上課時間一長，連帶着學習的專注力也明顯的下降。再加上學生遇到問題無法立即解決，則會不斷的累積學習的挫敗。目前各大學普遍面臨了微積分課程的高當率，以及學生學習動機低落的問題。學生在學習課程的過程當中，往往會產生3種的認知負荷，也就是內在負荷、外在負荷以及增生負荷。內在負荷主要源自於教材本身的複雜度。那微積分涉及了邏輯推演以及抽象的符號操作，因此本質難度就高，所以有極高的內在負荷。外在負荷則由教學設計不當或者是缺乏輔助工具而引起的。那增生負荷則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，教師提供給學習者額外的資訊，或者是安排的教學活動而產生的負荷。那此種的增生，往往希望能夠促進學生有效的學習，而不是想要干擾學生學習。一個良好的教學設計，能夠減少外在的認知負荷。因此，本研究想要導入 AI 工具在教學活動當中，然後觀察學生在學習微積分的時候，在外在負荷以及增生負荷的影響。本研究利用了2023年 OpenAI 推出的 Custom GPTs， 也就是客製化的 GPTs 虛擬助教。在我們的微積分課堂教學活動中，那主要觀察以下2個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 GPTs 助教是否能夠顯著降低學生在微積分學習過程的外在認知負荷。第二個是 GPTs 的介入是否能夠有效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呢？本研究方法所使用的工具是利用現有的 GPTs 工具，名稱叫做 Calculate Tutor。學生需要透過固定的提問樣板與 GPTs 助教互動。右邊的提問樣板設定為引導式學習模式。當學生上傳題目或者提問的時候，Calculate Tutor 不會直接提供最終答案，而是逐步的拆解問題，
並且提示解題的關鍵，引導學生自行思考下一步。那一開始，學生 GPTs 助教先透過出題讓學生回答，用來檢斷學生目前的程度以及他需要補強的方向。此工具可以依據學生個別化的差異進行輔助學習。接着，學生就可以利用自身不會的地方進行提問以及引導式學習。此圖為本研究方法的實驗流程圖，主要採用傳統紙筆還有 GPTs 助教輔助兩種模式，並依照學生程度隨機分成兩組。A 組總共有20人 ，B 組總共有23人，兩組學生的程度相似。本研究分為2個階段，每個階段皆為50分鐘。在第一個階段，我們學習連鎖法則，也就是圈弱。在第二階段，第2堂課，我們學習隱函數微分。那我們的每一個階段一開始由老師進行5分鐘的實驗說明，接着會有10分鐘進行此單元概論的講解以及範例的演示。接着，我們兩組採用不同的學習模式進行25分鐘的學習。以 A 組來講，在第一階段所採用的是傳統紙筆模式 ，B 組則採用 GPTs 輔助模式。那在第二階段學習隱函數微分的時候 ，A 組採用 GPTs 輔助模式，那 B 組採用傳統紙筆模式。最後進行5分鐘的評量跟5分鐘的教師錯誤統整以及歸納。此為本研究的實驗結果。我們採用 SPSS 進行成對樣板聽檢定的統計分析。那從表一是我們 A 組學生在不同解題模式下的認知負荷差異。從結果可以看得出來，我們 A 組的同學從紙筆模式切換到 GPTs 輔助的模式，有顯著的外在負荷。那在第二階段所產生出來的 GAI 轉換成本，也會使得學生在解題的過程，還需要分神處理提示詞的輸入、閱讀以及驗證生成的內容，導致出現了顯著的負面干擾效應。那表二則是 B 組學生在不同解題模式下的認知負荷差異。那從數據結果可以看得出來 ，B 組的學生從 GPTs 輔助模式切換到紙筆的模式，它的負荷指標出現了劇烈的反彈，形成顯著的戒斷效應。其中，我們以外在負荷，也就是挫折感來看，它呈現了非常顯著的影響；而在真身負荷，也就是理解費力感，則是極顯著的影響。數據顯示 ，AI 工具在學生學習上面是具有情感鷹架以及認知輔助的功能。不過，一旦撤除了這樣的 AI 工具，學生感受的理解難度其實是大幅的提升，然後產生了強烈的情緒負荷以及心理的無助感。表三則是我們利用了獨立樣本聽解題來檢視 A、B 兩組的表現差異，用來檢驗是否存在有操作順序的效應呢？那從結果我們可以看得出來，操作順序對學習體驗上是具有一定的影響的。其中 B 組在外在負荷的變化量是顯著的高於 A 組，表示當 B 組失去了 AI 輔助學習，它引發的挫折感其實是遠大於 A 組在第二階段產生的 AI 輔助出席適應的不適感。
不過，從學習成效來看，無論你是先導入或者是後導入 AI 工具，知識習得的成效都是沒有顯著差異的哦。以上是我們的結論。本篇研究探討了在大學微積分課程當中，以傳統紙本的練習以及 GPTs 引導式學習兩種不同的操作順序下，對學生認知負荷與學習成效的影響。那本研究證實了 GPTs 引導式學習是一種優質且具備有支持性的學習體驗。它可以在學生學習過程當中顯著地降低學習者的外在情緒負荷，並且透過及時的引導和回饋，能夠將學生痛苦的解題過程轉換為更輕鬆的舒適體驗，可以有效地減緩學生無助跟焦慮感受。感謝各位的聆聽，以上是我的簡報。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 email 到以下的電子信箱。謝謝。